美国自己公布超过11000个目标被攻击，他已经出动起码8000架次的战斗机，100艘伊朗的船舰被打沉。但是战争的前3天，英国的首相就说，阵地不会从空中轰炸得到的。美国的问题是，到底这个战略目标是什么？打这场仗根本没有，不断的在变。这场仗其实根本不是美国想要去打的，而是川普在最后一个时间点被奈坦雅胡所说服，可以有一个机会一次把哈梅尼跟伊朗成全政府的高层都给斩首，成全政府应该就瓦解了。所以这个瓦解没有发生。这一次伊朗的攻击呢，成功打掉了一台E3空中之眼，但更可怕的可能还在后面，因为美军他们原本是信誓旦旦啊，包含刚开战的第1周、第2周，他们宣称啊，透过了卫星图资加上远程导弹的精准打击呢，是摧毁了伊朗的导弹能力。但实际上，随着战争的推进，我们看到伊朗的远程威胁呢，根本就还没有被打趴，包含它远到这个特拉维夫。以色列的土地，它也都可以持续有效打击。那路透社更揭露，美军的情报人士就透露呢，只能确定现在美军可能摧毁伊朗的这个武器库，应该说这个导弹库大概只有1/3的量，代表他们还有2/3可以用。而且伊朗的地下飞弹隧道城市还是大致完好的。这个隧道飞弹是地下城市是什么东西？我们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所谓的地下飞弹隧道城市，它的特征呢，就是其实是挖一个等于是一个战争库啊，它的深度可以达到500公尺，然后里面有铁路运输四通八达的，而且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持续发射导弹，万一受到什么影响，它可以在48小时，也就是2天内来修复它的出入口。所以呢，只要这个东西一时没有被摧毁，伊朗就一直拥有一个可以不断发射的一个火力引擎，这样子对整个中东国家、以色列还有美军来造成威胁。所以请教杨老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资讯告诉我们呢，美军他们当初以为确实是削弱了伊朗，但感觉现在伊朗受到的好像只是一些表面伤真正埋藏在地底下还没有到这个伤筋动骨的程度，而且反击我们看到现在是越打越准了。所以你觉得战争进入到第2个月来说，这个风向有没有开始有点转变？这个风向啊，这个画风啊，其实已经转变，好像伊朗的反击越来越多，然后呢越来越准，以及造成了美国的打击越来越严重。你看，像E3预警机，美国才16架预警机，那这里面有好多架事实上已经不能用了。那现在在中东地区，它调了6架过来，那1架被打掉，那其他将来整个战斗机起航进行加油好了。因为它中间一定要加油，对，那中间这些加油机以及战斗机的这个安全，在过程当中都要靠预警机。所以美国的问题是第一点，它到底这个战略目标是什么？打这场仗，这根本没有，不断的在变。这场仗其实根本不是美国想要去打的，而是川普在最后一个时间点被奈坦雅胡所说服，可以有一个机会。一次把哈梅尼跟伊朗成全政府的高层都给斩首，那成全政府应该就瓦解了。对，所以这个瓦解没有发生，所以然后呢再继续的做轰炸，那轰炸到目前为止将近1500到3000人的死亡，2万人的受伤。美国自己公布超过11000个目标被攻击，他已经出动起码8000架次的战斗机。100艘伊朗的船舰被打沉，但是战争的前3天，英国的首相就说，胜利不会从空中轰炸得到的。所以这就问题是，那你接下来呢？那所以伊朗其实他大概撑过了这一段，伊朗也停电，经济也受影响，网络也整个停了，到现在为止将近30天。所以他的受到的这个打击当然很大，可是国家的存亡还是能够延续下去。那因此，美国接下来它是不是只有地面战争才能够去达成，比如说政权移转的这个目标？那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方向军事的准备上似乎越来越如此。那甚至川普已经开始在准备一些理由，比如说石油等等之类的。可是他给的时间点也是到4月7号早上8点台北时间。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在这个之前，它就会地面战争吗？还是之后它才会地面战争？那双方是不是有可能
透过巴基斯坦能够坐下来谈。那我觉得这个变数还很多，双方现在都在采取了一种叫做战争边缘、相互保证毁灭，然后呢对等报复的方式，看谁先转弯，看谁先退让。是。但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就是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对美以来说呢，绝对是不利的一方。因为现在美国国内的舆论已经烧起来啊，认为说为什么要牺牲我美国的好男儿好女儿去打一场不属于我们的战争啊，去打别人的战争？那别人就是刚才杨老师有提到的，就是以色列还有总理纳坦雅胡嘛。那而且伊朗呢还可能继续撑下去，为什么？底气来自哪里？就来自中国跟俄罗斯两大助力的输血。怎么说？现在美联社有消息传出，俄罗斯正把一批升级版的无人机要送往伊朗。那路透这边也指出，中国的晶片代表中芯国际他们正向伊朗军方提供晶片制造的设备，来强化伊朗的军事自主力量。好，委员，我想问好，现在光是伊朗一个来力抗美以，甚至是中东石油国都已经打成这样，如果后面有中俄联手，我不出人好，但是我出力来提供一些战争后勤来帮伊朗撑腰。那美国在被困在这个持久战里面，拖越久越不利。然后我们看到整个中俄两大全球军工势力的加入，会不会成为这个 World War III 一个导火索的点燃风险？我觉得怕说这种虽然不是直接帮助你，但是间接帮助你，会让整个全球的体系格局又改变。对，我想会不会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现在言之过早但是如果美国真的像刚才这个舰长是专家提到的，说已经准备要打地面战了，那么我觉得这就是美国自己敲响了丧钟了。那么我本来还怕美国不打地面战的，因为他打了地面战，他就陷入了另外一场越战了。就对美国来讲，他还撑得住吗？他2011年的时候，他的国债只有多少呢？只有14兆。14，经过15年，到2026年，他的国债已经到39兆了。接下来他再打一场像越战这样的一个无穷无尽的战争，美国就一定被拖垮。就是美国的国力，当时越战是一个关键嘛，就一场越战就把美国当时从全球独强的这个货币金融体系开始不断的往下拉了。他如果接着再打地面战争，那就是绞肉机啊。那么美国在这个战场上不晓得要再投入多少的兵力财力、这个军力在这里了。那么当然，你说中俄怎么可能会就袖手旁观呢？这是一个唇亡齿寒的关系。就伊朗对于中国大陆、对俄罗斯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你姑且先不要讲了，对中国大陆来讲，它的中欧班列是经过伊朗的。那么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它不可能坐视伊朗被美国掌控住的。那么你再看说，事实上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中俄对于伊朗采取的援助，其实有3个不同的层面我觉得中美俄现在在全球在下一盘大棋，这个棋盘不是只有在伊朗，所以在伊朗的这个战局里头，中俄做了它应该有的援助，比如说刚才这个舰长都提到了嘛，这种不对称战争最重要就是无人机了那么无人机只要用不完、打不光。好，那这场战争就可以无穷无尽的打下去那么，除非今天美国把整个这个伊朗全部都占领了，那要花好长的时间那再来就是飞弹了。那么对于飞弹的这个制作，伊朗也许没问题，可是晶片的来源呢？所以如果中芯国际愿意提供晶片，那么你接下来对于伊朗这种不对称战争的飞弹跟无人机，它可以源源不绝的补充，那么这场战争就打得无穷无尽了。第二个其实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一点，中国跟俄罗斯最近在积极援助古巴，就是俄罗斯已经送了一个这个邮轮的船这个大概这2天吧，就会在进驻了这个古巴的哈瓦那港口了。那么就是为了要援助古巴现在的这个能源石油断供的这个危机。而中国大陆更狠中国大陆送了一船的这个大米，接着又送了一大堆太阳能板还有储能设施到古巴。就是没关系，古巴的石油就算不够，我还有太阳能板我帮你做这个太阳能的发电站，然后我还有储能设备。那么显然，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做这件事情，就是在美国的后院插旗子我就在你后院点火，就大家在下一盘大棋。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要援助伊朗的方法有太多了，围魏救赵就是其中一种3月25日，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去访问了北韩，对。他跟北韩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双方在各个层面上都决定全面的合作。所以，当白俄罗斯、俄罗斯、北韩加在一起，再加上他们最近又结合了缅甸跟伊朗，他们说他们要建立一个全球新安全框架了。那么这样的一些操作，都是在这个
为美国制造更大的压力。是，所以美国接下来如果他在伊朗发动地面战，那么他根本就无暇去顾及什么古巴、顾及其他的战场了。那么现在就是美国自己要抉择的时刻了。但是我还是很开心的听到刚才舰长的分析，说地面战会开打，那么美国就完了。是哇，这个万一地面战在打，然后刚才我们提到背后中俄这些大佬，整个反美复仇者联盟一旦集结起来，哇，那美国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从这场战争中这么轻易的抽身出去，要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伊朗现在他们低成本高消耗的这个战术呢，还有无人机密集的攻势还在持续，而且日前啊还真的打到了一尾大鱼哦。我们来看看这些被美军被袭击的地点哦，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还有阿曼的沙拉拉港外海的美军后勤舰艇，现在都被战火给覆盖。那最惨烈，然后吸引媒体关注的，就是这个可以看到被打到都已经腰斩的这一架飞机哦，大名鼎鼎哦，空中之眼E3预警机被炸到腰斩，而且它的受损严重，有超过10名的美军因此受伤。那除此这个表格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美军单位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好，这个E3预警机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我们来看，有一位前 F-16的军官呢，他就比喻过这台飞机，说啊，在战争的时候呢，E3预警机就像是棋手，而他们这些战斗机的操作人员跟负责打击的这些战斗机群呢，就是棋子。可见E3呢在空中战力哦，这个维持整个调兵啊、潜降啊，扮演他们看这个整个空中环节跟视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这么重要的昂贵的飞机都被打烂了，还有刚刚说的舰艇被打啦、基地被穿透等等。我们看到伊朗现在的战术，还有他们的飞弹击中的成功率是越来越高了，也开始突破了美军防空体系，造成杀伤。那这个关键点是什么？为什么在前面1个月我们看到伊朗出动了很多飞弹，但是作用并没有很好，但是进入到第2个月，他们现在成功率在提升了，发现了什么开窍的地方？舰长。我们如果说看到现在这个美军或者是以色列攻击伊朗的状况约略是如此，也就是我们看到这在伊朗上面的一点一点呢，也就是美军跟以色列的攻击。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其他的红点的部分呢，也就是伊朗对于这些波斯湾周边的国家，以及对于以色列的攻击。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其实可以看一个重点啊，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的都是预警机以及萨德之眼被攻击？因为其实这个美军当初的设计啊，也就是在这个波斯湾的国家以及前往这个以色列飞行的路上面有非常多的雷达，每一个蓝色的圈圈都是一种雷达，但是这些雷达慢慢的都已经被破坏了。那当被破坏了之后，也就是它没有预警的来源，那也就只能靠预警机了。那靠预警机呢，其实预警机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啊，但是我们这次看到的，也就是在之前它停在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如果看它这一个残骸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它应该是从它的右侧直接有一架无人机这样子破坏的，所以把它整个几乎都打断了。这个是什么原因？也就是美国的顺风球打多了，然后他认为呢，伊朗不是个对手，他停在这一个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苏丹王子基地应该是安全的，但是事实不是如此啊。我们来看，对于美军来讲，美军的教范写得非常清楚啊，他的敏捷作战部署里面讲到说，其实他的机动就是必须要能够增强它的灵活性，而且最重要的是优先考虑它的一个机动性，以及它要能够保护它的安全。可是现在他们都完全的停在这个机坪上面，就是没有顾到它的安全。那至于说现在他们对于整个波斯湾，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哈尔格岛或者是霍姆兹海峡，其实他们靠的就是这一些预警机，能够提供这个有关于他们要攻击的，无论是哈尔克岛或者是这一个霍姆兹海峡，就是这一些作为一种预警之用。但是其实我们坦白的讲，这些预警机呢，它对于这一个我们讲到无人机比较能够有效征收，而且预警机其实在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们一直讲 data link， 或者是讲说 A 社 B 岛。A 社 B 岛或 data link 的重要的节点，也就是预警机啊。那预警机提供的，也就是对于目标的位置，然后才能够指挥这些载空机去打。那但是如果说它没有办法有效的进行预警，那就像现在有人说没关系嘛，只被打了一架E3嘛，可以到那个沙漠坟场里面。因为美国其实它有封存非常多架，你可以继续捡回来。这真是大错特错。为什么？因为拖回来之后，他们最起码要进行半年到8个月以上的时间进行解封，然后重新的检查各种线路，然后配装新的发动机这一些。那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伊拉克，那这个战场等得了半年到8个月吗？如果打了半年到8个月，那美国惨了，那就证明他一脚踩到泥淖里面去。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起点，但是呢，他告诉了大家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 Foreign Affairs， 他早就提出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没有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这个战争呢，其实他讲到的，也就是有关于无人机的部分。那他现在没有办法做有效的预警。其实无人机最重要的并不是攻击，因为攻击无人机是一件相对比较简单的事情。无人机最困难的就是预警，你要知道它的存在。那通常我们看来看去，大家都不知道无人机来了，然后就被无人机打中了。所以其实如何有效的扫描整个频谱，那得知无人机即将到达，然后动员所有的火炮或者是短程飞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可是美国还没想通这一点。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呢，他终于是不演了，承认了，说了什么呢？承认他想要夺取伊朗的石油啊。只不过伊朗这块硬骨头呢，比他当初想的还要更硬，所以不是那么好啃下去。那导致现在战争进入到第2个月了。那川普也承认呢，他确实有一些错估了伊朗的一些情势哦。奈何啊，这个石油真的太香了，川普还是受不了，就是想要夺取伊朗的石油。所以呢，现在正在部署的就可能是我们之后会看到的这个派兵来出阵的地面战，因为想要点名抢占哈格岛这一座承载了伊朗90%石油出口的一个经济命门哦。那在今年2026年的年初，我们看到了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做法，就是直接深入到你的领地去绑架你的总统，然后接着控制国家的石油。那么对伊朗也会要如法炮制吗？我们来看一下，哈格岛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处理哦，因为它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美军对它虎视眈眈。那一直以来美国都很擅长用这个所谓的政权斩首加上经济控制的这样的组合拳。那最近呢，美国就调来了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队也好啦，还有包括了空降师等等，就是在酝酿一个夺岛的石油战。不过伊朗也不傻，他肯定会知道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美国想要夺岛并且打通这个海峡通行，如果这条任督二脉真的被他打通的话，会被美国之后呢胆子就变得更大了，因为反正我夺下了伊朗的石油，我可以用敌人卖油的钱继续养我美军现在庞大的一个军需费。这个是不是现在川普心里想着一个最棒的剧本？我们先请教大权委员。对啊，对川普来讲哦，他眼中会让他闪闪发光的，不外乎是这2样东西嘛。第一个就是钱哦，所以想尽办法从世界各国来扒皮哦，来压榨，那么希望收进更多的钱。然后第二个呢，他特别爱的哦，就是石油。你不觉得川普对石油有一种那种莫名的那种痴狂吗？对，所以你听到川普在讲的，他反对这个有全球暖化的概念，他主张就是要挖油。他曾经说过 drill， 就是要大家继续挖更多的油出来哦。所以川普这个人对于石油有这种莫名的痴迷，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有他自己的盘算。所以外界其实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场的这个伊朗战争，川普真正要拿的是什么？川普真正要拿的是石油。他从委内瑞拉那边拿到了委内瑞拉的石油。接下来，他如果再掌控了伊朗的石油，然后呢，他下一步如果再裂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切断了这个中俄之间的这个石油的往来，那么他就彻底的孤立了中国。对川普来讲，他这盘大棋真正最后的目标是中国，只是他现在
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他在现阶段没有办法打倒中国，所以他用了各种办法让中国大陆能够放松戒心，然后他一刀一刀的切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外援哦。但是这样的盘算是不是能够做得到？我是高度的存疑啊。那么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讲哈格岛。这哈格岛不是这么容易拿下来的，就拿下哈格岛就拿下伊朗的石油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当然不是啊，哈格岛是一个主要的石油的出口的港口，没错，它不是在那个岛上产了全伊朗的石油，这是完全是两件事哦。你现在拿下了哈格岛，顶多把那里头储油槽的油这个收刮殆尽。可是真正伊朗产石油的不在那个岛上，是在内陆里。所以如果你不打地面战争，你不全面占领伊朗，你怎么可能拿下伊朗的石油呢？然后第二个，你现在要打哈格岛这么好打吗？就原本川普在那边这个兴高采烈告诉大家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的优势哦，所以轰炸了哈格岛。然后呢，他还在讲哦，他说他没有炸那个石油的设施，但是他把机场的跑道给炸断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蠢的事情哦！你看到那个美国的这些前 CIA 或者是美国前的这些军事官员在网络视频上怎么讲？他说再笨也不用去炸那个跑道啊，因为伊朗已经没有空军了，你炸这个跑道只是接下来你的补给会有困难。如果你真的要拿下哈格岛，你 C 这个17根本没有办法降落，你必须要用 C13洞比较短的跑道来降落了。那你更不要讲说好，我现在派部队进去，你派部队从哪进呢？从赫姆兹海峡吗？那你就当靶子被打。那你要绕过赫姆兹海峡，从地面走，那你就要经过这个波斯湾国家哦。波斯湾这些国家敢不敢让你的部队经过他们？就是现在伊朗已经扬言了，就是如果一旦大家要鱼死网破，波斯湾国家最恐怖的2个重要的命脉，一个是它的石油生产设施，另外一个是它的海水淡化厂哦。那么波斯湾国家如果真的要敢跟伊朗来鱼死网破的话，那么他们马上就要受到严重的打击。对，那我们退一万步讲，好了，你真的占领了哈格岛，那又怎样？你没有荷姆兹海峡，你占了哈格岛，你能出得来吗？你占了哈格岛，这个哈格岛离伊朗的本土是非常近的，所以你占了哈格岛，你的这些部队就像现在伊朗的这些指挥官讲的嘛，我就要等着烈火把你吞噬掉，我就等着你当靶子进入哈格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当然有很多他天真浪漫的想法哦，但是如果真的要付诸实现哦，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了。是。好，大仙委员刚刚帮我们分析了，确实哦，哈格岛虽然上面是这个石油出口，有非常多掌握伊朗经济命脉，但是刚刚的分析指出，美国拿下哈格岛呢，后续还有非常多，不管是防守也好，打通海峡也好，真的还有很多的难关要做。那伊朗当然也知道这件事情，面对现在来者不善的美军拦止哈格岛的这个意图愈发的浓烈。伊朗的武装部队也表示呢，波斯湾的鲨鱼啊正在等待美军哦。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冷酷，但背后的军事现实啊也是很残酷。因为五角大厦很头痛啊，不是说不能登陆啊，而是登陆之后你夺岛之后你要怎么活下来哦？因为你就成了靶子嘛。就像委员说的，哈格岛的地形我们都知道非常的易攻，但是难守。那么一旦美军登岛，招呼他的可能就是伊朗的岸基导弹、无人机群、小型快艇这样火力的交织网。这也是为什么不少的军事的评论都认为呢，这场登岛作战的风险跟报酬比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你石油的资源固然好，但是美国大兵的命也是很贵的啊。那这可能会成为一场美军一旦投入就变成了一场绞肉机的战役吗？伊朗不怕你来，请君勿问，欢迎你赶快来哦。这个行动的关键指标，我们有哪些指标可以看？舰长。我们先来看啊，第一个指标，也就是地理的部分啊。我们来看整个伊朗啊，那除了北边这个美军根本没有办法插手之外啊，我们看南边其实也是如此。唯一可以登陆的，比较容易的，也就哈尔格岛以及霍姆兹海峡这2个部分。那对于哈尔格岛呢，那其实它不是一帆风顺，一直都是在伊朗手中，从来没有出过事的。其实，在1982年到1986年的这个期间，两伊战争的时候，伊朗就曾经将这个哈尔格岛那个沦陷过，也就是伊拉克来占领过这个地方。他来占领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后来就诚如刚刚大权委员以及主持人所讲到的，其实这是一个易攻难守的一个地形，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那刚刚讲到被攻击的跑道就是在这一块，然后它储油的地方在这一块，甚至我个人的研判，
根本伊朗就开了一个空城计给美军，然后你上来什么都没有。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后续的部队会源源不绝的上到哈尔格岛的时候，然后弹道飞弹、无人机就来了。那个时候你跑都没有地方跑。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美国其实它还没有从过去的这种1991年的这一种波湾战争的这种作战形态，也就是精确打击的形态，换到现在的这一种无人机或者是这一种弹道飞弹的这种攻击方式。那至于说霍姆兹海峡的部分呢，霍姆兹海峡的部分，非常多的专家研判呢，其实他们没有想要整个打下来，他只是要这么一块地方，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直布罗陀海峡一样，由北端是由英国来掌握，他们也想美国也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有这么简单吗？这个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中央司令部为什么要去在轰炸这一块的主要的部分，也就是其实他已经在帮美军开路了，也就是所有的地下工事，他现在都认为他摧毁了，可是通常最糟糕的就是他以为他摧毁了，但是没摧毁了。是。那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之前大家在讲的，也就是有关于82的空降师，其实现在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他有可能在沙烏地，也有可能在这一个伊拉克，但是他实际上已经到了。那美军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要大打一仗呢？其实有，为什么？因为他的预备队都来了，他的预备队也就是全师号的这个2栖待命支队。这个2栖待命支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时间呢，是在3月中旬，他才从圣地亚哥出发。那也就是如果我们来算27天到30天左右的时间来看的话，他大概也就在4月中旬会到。但是我们这样子看这个兵力啊，大家看前面有个迪利波里号，但是迪利波里号它带着一艘，也就是新奥尔良号的这个2栖运输舰。可是大家会觉得这样很薄弱啊。那其实后来美国根本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艘啊，就是他们的远征机动基地舰这艘船8万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个，无论是迪利波里号或者是全师号，它也不过才4万5千吨。它在3月23号已经穿越过这个新加坡海峡，进入马六甲海峡了。那如果加上这一艘船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两栖打击的一个编队了。那也就是说，这些兵力加一加哦，那其实美国还在做另外一种想象。如果我们来看周六的这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话啊，他特别告诉我们，他们还想要再派17000名的美军。那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的研判就是这些其实都是佯攻，其实我只是吓唬。那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美国大兵一出动，吃喝拉撒都非常贵的。他们在1991年波湾战争的时候，最前端可以喝到冰的可口可乐。你想到那一个他们的后勤补给有多沉重？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说，当他们的大军都已经出动的时候，意思也就是势在必行。川普已经动心起念。美国总统川普呢，他现在是释出了更多的和谈资讯，然而现在有一个地方的情势反而是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因为呢，这一座小岛之后的态势可能要全面升级。它是哪个岛？我们马上来告诉你，它就是伊朗的能源命脉哈格岛。现在美军在做什么事情呢？开始往中东集结更多的兵力，就是可能要对哈格岛下手了。我们来看看媒体《金融时报》给出的一些想法。他们认为美军的作战构想呢，就是用一些低空突袭并且快速占领的方式呢，搭载像是直升机啦、旋翼机啦这些可以低空渗透的，然后马上让这些特种部队呢空降下来开始展开它的夺岛作战。那这个岛为什么要去夺它？它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因为它可是重要了。伊朗有90%的原油出口呢，都是来自于这座岛，可以说是美军对它下手，就是直接掐住了伊朗的整个经济命脉，那迫使伊朗要
这个只能认输。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大的场面，有没有点像我们打这个电子游戏哦，什么 Call of Duty 这样，这个拿着步枪要突袭一个岛的感觉？但是呢，打游戏很简单啊，失败可以重来，但是真枪实弹这样的军事行动是没有失败的空间的，大家都是孤注一掷来执行这个任务。好，我们就要首先先请厉将军来帮我们从这个军事的面向来彻底的分析。帮大家兵推哦，这个哈格岛现在攻方的美国还有守方的伊朗，他们各具占有的优劣是什么？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格岛的地形，跟各位观众做个介绍啊。这首先我们看一下哈格岛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小小一个岛大概只有20平方公里这个的一个小岛。但是如果说你要通过哈格岛，很明显的两栖舰队势必要通过荷姆兹海峡。那我们看一下地形，荷姆兹海峡大概这边就伊朗来讲的话，几乎都是海拔到1到3000公尺的高山。那这种地形很适合这个伊朗的地面部队在这边做伏击阵地它在这边如果说是部署了对舰的导弹或者是无人机，可以对美军来讲包括现在可能全斯号或者是迪利波里号的两栖船团来实施攻击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美军还有2个基地在这附近，一个是这个位于卡达的乌代尔空军基地，是在中东最大基地，还有一个是巴林是什么？是美军这个第五舰队指挥部的位置。另外来讲的话，这个科威特这北边这边伊拉克也有美军的空军基地在这边。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美军我认为它的空降部队会从北边这边直接82空降师会从这边进来夺取哈格岛，在那边实施空降作战。然后地面部队来讲的话，从巴林的舰队还有乌代尔空军基地可以这个在它遂行空降或者登陆的时候，从巴林还有这个卡达空军基地可以来实施这个空中的支援包括到密接支援或者是主角作战或者是制海作战可以从这边出发，避免可以经过这个荷姆兹海峡。可是有一点一定美军非要做的，就是它的两栖舰队一定要从这边通过。它两栖舰队说这边我们看到整个波斯湾周边都是陆地嘛，那你这个两栖舰队势必要从这边通过那这是第一个我们周边地形介绍。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哈格岛本身的地形。那如果说是美军在这边实施两栖登陆或者是空降作战，我们看哈格岛这边很明显的冲到图我们都看出来，这个是这个油库的位置，这个油桶的位置，它势必要在这边这个避开这个地方，不管是美伊双方炮火避免误击这个地方，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然后在哈格岛的这种西边这边有一个机场，那这个美军一定要先夺取机场，有夺取机场以后，才可以有利他82空降师这个用 C-17运输机或者是空降这个低空的跳伞方式，在这边夺取机场，还有它后续的物资的运补，可以用飞机很快速的可以运补下来。另外还有一个美军势必要夺取的就是这个港口。大家注意到这个码头，因为你重装备包括你坦克车、战车甚至大型的火炮，你用运输机来讲，运量还是有限，势必要用船来运输。所以第一个，它一定要夺取这个港口。大家看到这个港口很远，这是它装油的这个码头。这个装油码头，因为它要装的是30万吨级以上油轮，所以说它特别向外面突出去，吃水才够深。那同样的道理，如果美军可以利用这个港口，它大型的船舰就可以在这边登陆以后，然后可以这边利用这条道路来对这已经登陆的部队做后续的持续运补。当然，它周边还有一些小码头这个小港口、小码头。那我认为说是作战的重点一定是在这个地块，还是在北边啦。一定在这个，他一定要夺取机场，或先夺取这个小码头，才有利于他后续的运补。他这个小码头夺取以后，从巴林的这个运输就可以利用这2个码头来实施运输，也可以确保这一线的利用这一线建立他所谓的滩头阵地线那整个作战的程序，我们先讲美军的作战程序美军作战程序，第一个一定是对这个岛上面的所有军事设施来一次用火力洗地。我们讲说的叫做密接支援，那登陆的时候做密接支援。那美军可以用什么样的武器先行做这个工作？它可以有现在所谓的 A10这个雷霆式攻击机，那戏称叫做油珠式了。油珠。它这个除了说是它可以带各型的对地攻击的导弹做精准的打击之外，它另外机头这个地方有一挺30机炮，这机炮每分钟可以打到3000发，是非常强而有力的。那
最大的特色，你看它2个发动机是装在后面上面。它这个底部来讲的话，因为它本来就是对地攻击机，它就有预防到，等于说一辆会飞的坦克，所以底下那个厚的钢板，你用一般的机枪是打不穿它的，所以它的防护力是很强的。我认为它一定会用游珠式这个战斗机，从我刚刚讲的卡达尔空军基地起飞这个来这个地方做这个掩护、密接支援，还有先期的火力攻击。那第2款它可以用的是阿帕奇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也是一样。这个它底面的钢板也是很厚的，可以防止轻兵器对它的射击。那飞行员是在上面，它这上面有一挺机炮。那这个机炮的强在什么地方？这个射手他眼睛看到哪里，那机炮就瞄到哪里，是非常的精准。那在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他带着导弹对战车的攻击，战力比是1:16，不0:16。他一架直升机就可以打掉16架的这种坦克车因为它有可以携带16枚的地狱火导弹。除了这个以外，它可以带火箭炮，所以火力是非常猛的。这是美军制空作战。紧接着我们看，如果登陆初期的时候，它海军陆战队可以用 AAV7这种2栖登陆车，从这个迪里波迪号或者是全斯号这2栖攻击舰上面带着陆战队官兵直接抢滩登陆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迪里波迪号上面还有的语音式的直升机。所以它不见得是要用跳伞它用语音式直升机就可以将人员来讲，这一架直升机大概就可以带70-80名的这种陆战队的官兵，直接用机降作战，很精准的着陆到他所望的地区来实施精准作战。那我们看一下伊朗有什么反击力量？伊朗当然它的地面力道是比较强的，它第一个它的优势，这个哈格岛距离伊朗的本土大概只有25公里，也就是它的无人机是100%可以攻击到这个地方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今天特别去找了一张照片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伊朗的监视型武器叫做沙哈克 H3型的监视，它类似刺针飞弹，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很小一根，它不大。所以它的杀伤效果不大。那你如果说对 A10攻击机的话，其实我觉得效果不大，可是可以将它击伤这个应该是击伤没问题。可是你要将它击落，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今天有一则最新的新闻，就是美军有一架 F-18战机说是就是被这种刺针飞弹打到的到底有没有击落？美军现在是说否认了，对。但是我认为说是可能没有击落，但是有击伤。了解。因为 F-18它本来舰载型直升机。它的这种防护力、安全防护也是很好，设计很好。而且第二个，再加上你看这个这么小一个的刺针飞弹，它的弹头杀伤效果有限。你看弹头就这么大一颗弹头这么大一颗，大概爆炸威力大概我想了不起一颗迫击炮那种爆炸威力，对战机来讲可能不构成这个击落，可是造成损伤是会的听说就是这款飞机来作战。所以我认为说是，如果说是双方这场战斗来讲的话，可能这个伊朗会不会采取的，可能我认为是类似关门打狗的战术我让你的这个迪里波利号进来之后，我封锁这个港口，我之后在这个港口封锁掉这个用鱼雷或干嘛，这是第一步他可以做的甚至于他就可以在这边先行布雷，根本不让你进来。如果你要进来之后，他封锁之后，你可能更不容易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可以在先期这个，我想说哈克岛这个小小岛上面，它已经先期战场经营了很久。那它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因为双方来讲都不能打中这些油桶，这些储油槽如果说一旦被命中的话，对全世界能源是一大的危机。那我想美国也可能不愿意造成这种伤害，以免整个这个通货膨胀这是伊朗的优势在这边。当然，它第二个优势是沿岸这个地方它可以借着沿岸这个地形部署。它的对舰攻击、对舰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当你登陆上去之后，它会打什么地方？它不见得会在岛上跟你决战，它打你后续的船团。你从这边出发，从巴林出发的船团，或从这边出发的船团，它从这边对你攻击。你要知道，登陆作战一旦后续的船团没办法持续做后勤补给支援，那你可能在那边
战的时间就不久，就像越战的时候德浪浦之役，美军的空降部队下去以后，机降部队下去之后，一个营下去，但是被北越的军队包围，它后续来讲没有办法持续的运补，因为每天消耗的弹药量或者伤患的厚重是很重的，在这种状况下，那时候美军就这个后续来讲，他必须这个认为失败，就主动撤出了。那我认为这个浴血这个哈格岛哈，后续来讲，不要认为说美军没有胜出来，美军有他的计划，然后伊朗也有他的这种战法，所以后续如果美军真要在这个登陆，我认为会是一场的血战。是，好，谢谢李将军这么详细的分析哦。哈格岛刚才我们从武器还有可能的战术哦，确实现在码头跟机场还是最关键的2点。好，美军还没有展开这个夺岛的第一步，但是我们先帮他想到，如果真的攻了，并且打下来了，第2步关键的就是能不能守得住。现在前美军的中央司令部情报主任吉布森他就强调，一旦登岛成功的话呢，美军的立场就是转攻为守了嘛。那所有的火力啊，在集结在中东的这5万美军，就是来优先保护这个驻岛的部队。那军事专家分析呢，一旦美军真的拿下了哈格岛，那伊朗也可能要跟你玉石俱焚了，祭出这个焦土政策，就是宁可炸毁所有的油气设施呢，也不要让你美国人拿下岛上剩余的这些好处，这块肥肉。好，如果这个剧本真的走向现在这个极端的发展，哈格岛争夺战，美军想把油气设施当作来抗衡伊朗的一个筹码，但是否想得太简单直白了，也低估了伊朗可能不惜鱼死网破的他们的这个决心。那玉石俱焚，如果真的弄下来，自家的高达90%的原油出口依赖的地方也给你炸毁，伊朗真的可以狠下心做这件事情吗？赖老师，你的分析？您不觉得这一个整个逻辑都不通吗？就是说目前所放出来的讯息逻辑是相互矛盾的。先看一下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贝森特他所制定出来的新的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就是伊朗可以卖油，伊朗可以卖油，30天豁免。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任何国家组织都可以向伊朗买油，而且是按照国际油价买。而且不会受制裁，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平抑油价嘛。对，因为国际的油价涨那么高，所以你向伊朗买油，向俄罗斯买油，然后这样的话把油价往下压一点，对不对？好，那既然是如此，30天，那他如果占领了这个伊朗的油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油岛，好了，你占领这个油岛，你要把它运出去，那你如果运不出去呢？那伊朗的油就出不去了嘛？那伊朗的油如果出不去，那你豁免了那30天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伊朗的一滴油都运不出去的话，油价又往上高了，油价又往上高，那俄罗斯又不卖给欧洲了，那这样的情形下，欧洲的一片悲惨，那国际的原油价又往上飙，那意义在哪里呢？好，这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你说你要占领这个油，你要油岛，那你拿的目的是你要拿到海外去卖，那你的赫尔木兹海峡能不能打通？你目前是打不通嘛？对，所以沙特也好，阿联酋、巴林、卡达等，他们的油气就出不去嘛，油气出不去，所以油价才会高。那你不觉得那赫尔木兹海峡要不要占领啊？如果不占领，那你占领这个油岛意义在哪里？好，即使我们就讲伊朗没有把你油岛的油设施摧毁，那你占领了油岛，你要把油采了，你还是要卖出去。你卖不出去的话，伊朗的油又没有卖出去，国际原油价飙涨的不得了，你不觉得这很矛盾吗？所以我个人你把它拼凑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怪的不得了啊！难道就是这个岛吗？好，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占领了这个岛，不代表你能拿到伊朗的油因为并不是从这个岛底下去产油这个岛只是一个初加工。也就是说，伊朗在它的本土内把油采出来了以后，把那油送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以后进行加工以后，然后就上船，从这个地方运出去的，所以它是一个加工的设施。那也就是说，你夺了这个岛，不代表你就拿了伊朗的油，伊朗可以把油管关掉，关掉以后，它从另外一个管线，因为伊朗已经早就在预备另外一个管线了。所以从另外一个管线把油装进去以后送出去，然后把你困在这个地方。那请问一下，我把这个设施不要了，我专门来打你，那我设施我也不需要，以后反正你到时候赔偿的时候，我再把油恢复过来。你不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吗？扯了半天，我都觉得这个难道不是美国故布疑阵吗？也就是说，
美国，你的2栖攻击舰又穿越不了赫尔木兹海峡，除非你把赫尔木兹海峡的用火力压制。你要压制以后，你才有可能2栖登陆作战。你不然的话，你只能够采用这种空降伞兵82空降旅的一个作战。那你在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显得很脆弱了。所以你如果一定要2栖，也就是31、11旅跟82旅的搭配。空海的搭配作战的话，你就一定要用火力压制赫尔木兹海峡，所以很可能霍尔木兹海峡的火力的攻击战反而是非常猛烈。不然的话，你怎么掩护你的这2栖攻击舰穿越这个海峡呢？好，刚刚赖老师帮我们提出现在美军一直在不管是透过这个军方的说法，还是透过媒体的说法，都让大家把聚光灯放到这个哈格岛争夺战上面。但其实赫尔木兹海峡还是能否通畅才是一个关键。因为现在呢，如果持续封锁下去，大家势必要找替代方案啊，没有办法等待这个油出不来那么久。替代方案在哪里？红海路线呢，当然是一个选择。不过伊朗放话了，如果美军胆敢对哈格岛有任何的动作，他们也会将这个开辟红海战线要给老美一个惊喜。好，红海是通往苏伊士运河的要道，之前我们的这个长荣海运在那边有这个出过一些事故，可是把全球的物流塞出了一个乱子，大家都还记得吧？那现在如果万一红海也变成了风险路线，然后全球2大的这个运量的动脉都同时受阻的话，全球的经济跟物流会有多悲观？这个油价会不会喷到天上去啊？杨老师？红海的重要性就是它在连接欧洲跟亚洲之间的航运。那如果走非洲的好望角的航线的话，至少要多10天到15天的时间。那时间就是金钱了。那所有的保险费、航运以及整个供应链的时间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它这个冲击其实是难以估计的哈。那伊朗有2种方式去影响红海的，就是它的这个海运。第一个就是帮助在这边也门的青年运动啊，或者是我们叫胡塞组织。那目前胡塞组织在这几天也都不断的在喊，不过他动作还没有出来，所以可能是当做一个伏兵。那伊朗也可以直接怎么样？也可以直接就是飞弹就打过去啊，因为距离红海大概比距离特拉维夫在就是从伊朗的角度的话，可能也最多是多100公里的。这个航程，所以也都在差不多1200公里范围左右。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为止被伊朗打的是几乎是体无完肤啊。怎么说？因为他到现在为止受伤的人员已经超过5200人啊。我们知道前2天以色列的核弹基地也被2枚伊朗的重型弹道飞弹击中，而且很准。那所以呢，他要去直接打那么窄的红海的航道，其实是有可能的。那所有的他只要1枚飞弹靠近这边，那所有的航线都被迫要改航。所以他用这种是跟你叫一种就是说以牙还牙，而且是相互保证毁灭啊。所以我们现在从战略的角度美国没有那种绝对没有任何的利益战略利益说要跟伊朗去所谓的完全的摊牌。所以，任何现在攻打能源设施、夺岛或者是地面的行动基本上是对美国而言是绝对的损失，而且伊朗会采取所谓的就是相互保证毁灭的这种方式，玉石俱焚，这不符合川普的利益，完全不符合。那但是呢，现在大家都在准备这种最坏的情况的打算。除了荷姆兹海峡之外呢，现在川普总统在极力想打通这一条石油的要道而川普呢，抱歉，是伊朗在这个时候呢又抛出了另外一张王牌是什么？警告美国人你胆敢动地面或者海上行动的话呢，我不止荷姆兹海峡要继续封我可能还要开辟一条新战线。是哪里？我们来看荷姆兹海峡在这里，它的下方有个地方叫做曼德海峡，这边有一个放大图。这里的曼德海峡呢，是亲伊势力胡塞组织他们掌控的地方。马上响应说如果呢这个美军在越雷池的话呢，他们就宣布要加入美以的抗争。好，一个荷姆兹海峡的封锁已经让全球的航运尝到苦头了。如果再加入一个曼德海峡那这个石油或者整个货运的成本真的不知道喷到哪里去，因为这里是红海的一个航道枢纽，包含之前这个我们的长荣长4轮把苏伊士运河
不小心打塞了，都已经造成这个全球的物流大乱。这一条路又是连接苏伊士运河非常重要的一个道路，而且它掌控了全球6%到10%的海上能源跟货物的贸易。它的海峡最窄处只有26到32公里，跟荷姆兹一样，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形。那胡塞组织大家都知道，他们这几年本来就已经不安分了，时不时跳出来给你这个捣乱一下。那如果正式表态了，现在要严肃来把这个曼德海峡封得严严死死的话，他做得到吗？然后另外就是这里的战略地位跟荷姆兹海峡虽然有隔一段距离啦，但是如果两边都被封的话，哇，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那美军如果想要同时控制这两个地方，有这个可行性吗？张教授，我认为在这一方面，美国要拿下这个控制权，我认为不难。美国难的是维护，你要继续拥有这个控制权啊，你要付出代价了。拿下容易啊。这个曼德海峡，因为也门的胡塞组织，他在那边只要做袭扰，派无人机天天对岛上做轰炸，还有对周边实施这个我们讲做地面作战，是那美军是不是又陷入焦灼战了？它变成两边，你曼德海峡也好，荷姆兹海峡也好，都会产生这个状况哦。拿下不难啊，你要去维护它，继续巩固它，我认为不容易，要付出代价。那然后这个是把这个国土，他们一定会把它拿回来，然后跟美国会一直采取了持续的对抗。那我们可以看有几个美国要去面对无人机，我天天给你过来。他波式的话，他波式攻击，每一天给你10架、20架无人机过来，对岛上做自杀式，岛上就这样子，直接定位就下去了。第二个，这是水下，他们如果美国要夺控，那很简单呢，他们就布水雷，水下无人机过去。你要开放曼德海峡，你要夺控，然后开放，我就布水雷下去。你怎么去扫雷？你扫雷完毕，我再布。那这样的话，那美国虽然夺控了曼德海峡，但是好像对曼德海峡的开放还有其他的顾忌，还要去障碍做排除。那你这样的话，这个美国愿意付出的代价跟作战的风险有多高？是不是美国希望短期之内结束这个战争，结果把战争拉长了？你夺岛战争绝对要拉长。那你在曼德海峡，你旁边这个所建立的美军的桥头堡，你是不是要扩张？你要扩张就有战略纵深，是维护这个美军的安全。但是为了美军的安全，你地面作战就会进入接触战。你本来不是的，只是一个外科手术的，由海军的战斧巡弋飞弹或空射式的远距这个精准制导炸弹对地面目标做破坏。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地面接触战，那美军能够讨多少便宜？所以我认为。美军想要去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最重要是他要付出的地面战的代价有多高。而且我看美军是希望战争尽早结束。没错。那尽早结束的话，我认为地面战就是美军所不必要的，因为如果美军要地面战，会有一个增厚，地面的海军陆战队不光是第30演军军，可能还要从本土调，因为什么？要征兵，兵员要增加。为什么？因为前面所消耗了，后面要补上去，结果他现在并没有这个前面是不消耗了，他后面的后续的梯队还没有上来，还没有做补充呢，那又变成梯次变成我们讲逐次投入对大军作战是不利的，你要部署到位，你才能够发挥强大的地面战的威力，结果又没有，所以我认为这个川普一直在想有限的战争。有限的战争是没有办法奏效的，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过度于自信，认为有限战争就会让伊朗屈服，有限战争也会让也门的胡塞组织做屈服。我认为并没那么容易哦，不要做战略误判哦。我认为应该交给那个五角大厦的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由他们军人去做评估，要以多少代价，因为讲到火力够不够。兵力足不足？我认为这个是重要的，不要一陷入就是又陷入泥淖，这个进入泥潭，想要抽身并没那么容易。前面已经战略判断错误了，所以打那么久。现在我认为美军不宜再战略判断错误，否则付出的代价可能比前面的还要再高一些。了解。好，荷姆兹海峡也好，曼德海峡也好，都是靠着这个地形险要呢，让
什叶派的势力哦，得以以小来制大，跟美军抗衡到这么长的时间。如果真的把他们惹毛了，把全球的海运给瘫痪掉了，哇，后果不堪设想。美国原本想说来进行一个斩首行动，打一场漂亮仗，结果现在是越打越难看了。好，这两个地方其实看距离位置哦，是隔了蛮长一段时间，蛮长一段距离的。那如果从战略的方向来看，这两个海峡的战略地位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将军？确实是如此哈。其实懂得全球战略的人都知道，这个全球有几个重要的海峡嘛，除了荷姆斯海峡、曼德海峡，包括马六甲海峡哈，这个直布罗陀海峡，对，甚至于包括我们台湾海峡，对，都列为一个重要海域，还有巴拿马运河哈也是一样，因为这等于全世界这个，当你走到海权世界来讲的话，海运的运输一定是数量是最庞大的，是，再加上现在由于对能源的需求又这个快速的提高状况之下，你目前看出来哈，你除了说是海运能够运这些这个油轮可以运这些油之外哈，大概用陆运来取代或管线运输来取代的运量来讲还是比较少。所以说只要你能够控制住全球这几个海峡来讲，当然就会对全世界经济贸易或者是航运造成很大的困扰跟影响。那我们看曼德海峡，它重要性它就是连接地中海跟这个印度洋之间哈。那但是我认为如果说是这个抵抗之湖了，我们讲抵抗之湖就是以伊朗为首的他们这些兄弟们嘛，小兄弟们，对，包括到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包括到这个胡塞组织哈，甚至于北边的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等等，对，都称之为等于说他们称之为抵抗之湖了。是那。胡塞如果说要封锁曼德海峡，其实叫了很久，可是我认为他真的要封锁曼德海峡，并没有那么容易。当然，如果曼德海峡一旦被封锁，对航运的影响有多大呢？这个航运必须要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那第一个当然你的成本就会增加很多，第二个你时间会增加很多，这样将近多了3000到4000海里的航运来讲的话，你最起码多7到10天哈。那当然，如果说走这个 LNG 船如果走好望角来讲的话，也会增加风险。什么增加风险呢？你知道赤道地区的温度跟好望角那边的温度就不一样。那 LNG 船运的是什么 ？LNG 船运的是气体。我们知道气体会热胀冷缩。LNG 船之所以说是全世界最难造的船，就是因为它你看那个球里面要这个抗这个气体能够容忍它的热胀冷缩的这个压力。是焊接是很重要的。那你绕这边路那么长当然对你的这种因为 LNG 船的风险就增加当然对你的航运成本也会提高很多。那当然对航商来讲的话，你船只的周转率，对货轮来讲周转率就会降低很多嘛。我本来一条船可以跑10个地方，我现在只能跑5个地方，影响就很大。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胡塞组织有没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当然，曼德海峡这个长很窄它甚至于这个海峡中间还有好几个小岛，包括什么七兄弟岛啦、毗邻岛啦这些岛在中间，所以船能够走的路线不多那合理来讲，应该是很容易封锁，但是我不认为这么容易封锁，因为到现在为止也没听过胡塞组织真的成功封锁过这个曼德海峡这个美军的航舰还有战舰还是经常在这边进行输出。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因为它对面那个地方叫吉布地。这个海峡的对面叫吉布地，吉布地是现在包括中国的海军也在这边护航嘛？那包括中国海军，包括全世界各国海军都在那边护航。再怎么样，这些军事强国如果在这边护航，关系他自己国家的货运安全的话，他绝对不会允许你胡塞组织封锁这条船。如果说你真的敢在这边封锁，我跟你讲，那会引起8国联军，大家一起打你。所以我想说，胡塞在这方面来讲，他一定要有所克制的。嘴巴讲可以，但真的去做的话，我觉得会引起全球很大一个反弹。了解，这也确实是全球的一个红线动到谁的蛋糕呢？可能胡塞组织就会被大家结合起来教训。好，那川普这边原本23日宣布，他要下令暂缓攻击伊朗的发电厂跟能源设施，因为要进行谈判嘛，总是要有一些示好。但是到了之前呢，不意外，他又再度塔口了。在社群媒体发文说，因应伊朗政府的请求呢，他将这个暂停能源的设施摧毁行动再延后10天，要到4月6号了。而且说得很好听是哇，人家来求他的，结果马上就被伊朗以及这一次担任调停角色的巴基斯坦出来给打脸了。好，目前美伊双方对于停战的条件
不能说没有共识啊，只能说是这个差距还甚远啊。那川普延了又延的，最后通牒都是为了帮这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是以现在来看，达成停战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有到吗？岳老师，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先缓5天又缓10天啊，这个不是打脸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原来讲5天的时候，我要轰炸伊朗的发电厂跟能源设施的，伊朗的回应才是重点。伊朗说的话，你要轰炸我的话，我把整个中东地区的发电厂跟能源还有氦弹净化厂全部干掉，啊，川普不敢干的，怕什么呢？怕市场动荡。这个市场动荡会影响到美国的市场啊，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小型世界大战的了啊，伊朗就疯了嘛，鱼死网破，同归于尽。那川普这样子搞法的话呢，这个事情就闹大了。所以说呢，他就是要Taco 也好，不 Taco 也好，你放心好了，到了4月6号啊，又会有想一个新的点子又不来了，因为这件事情对于伊朗来讲，这个发电厂跟能源设施实在是太严重，而且人家发电是为了民生嘛，说句良心话，战争不祸延其他的这个一般的平民嘛，对吧？老百姓何辜呢？但是呢，你刚刚问我说这个美伊达成停战的几率很高吗？非常低啊。首先第一个，伊朗已经讲出来达成停战协定，就要你要赔偿啊，战争的损失。那你想想看，川普这个人的个性，对不对？他怎么可能会要赔偿的什么的，也不愿意认输。川普现在甚至还在讲说，伊朗已经输了，我们已经赢了。然后他的莱维特发言人讲说，伊朗输了，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输了，所以等到他们知道的时候，那他们就会投降。那怎么可能这种事情？然后第二个，以色列人不希望他停下来呀，是以色列现在好不容易才把他框进来，以色列等了40多年，终于来了个傻子跟他一起进去干。对不对？那美国现在的话呢，估计毛起来全进的话，以色列觉得这是他们国家生存的唯一希望。那另外的话呢，这里面按照我前面讲的理由，这个仇恨结大了。那伊朗人家也是有3000年的历史啊，历史中的教训多得很啊。前阵子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克齐出了一个石雕，这个石雕是罗马帝国的皇帝跪在波斯帝国的国王面前，目的就说明我们在历史当中的话呢，不是没有征服过你们，是有地位的。对呀，他开玩笑，我们今天打仗的时候开口闭口就是讲历史的记录，是对不对？讲到汉唐盛世啊，虽远必诛啊，卫青霍去病什么的，都是拿出历史来讲。伊朗人的历史也很丰富啊，他怎么可能轻易的说什么结束？停战是停战，你要赔偿吗？好，欢迎就到案现持续来分析中东现在的最新情势，我们要带你看懂背后的脉络。美国现在呢，动作是边谈边派兵，怎么说？他们调度了更多的军事力量，持续在往中东做集结。而伊朗方面呢，也不示弱哦，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哦，持续是对美以的单位发动了攻击。25号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目标对准了美国的航母林肯号的身上。那美军证实啊，确实有受到伊朗对林肯号发动的攻击，而且数量还不少哦，有101枚的飞弹。还好啊，这个林肯号的设施算是很先进啊，全部都成功被拦截了，所以是毫发无伤。但这个对于伊朗来说，它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嘛，因为林肯号被攻击了，它势必就不会待在这边当活靶子，所以它也移动了。那么这个就逼退林肯号的目标达成。那么伊朗扬言呢 ，I'm watching you 哦，虽然你已经离开了，但是我还是持续关注你的位置，感觉有什么风吹草动，其他的这个武器继续往你身上招呼。所以伊朗扬言紧盯这座海上堡垒的同时呢，伊朗的军方还做了什么事情？也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开始展开了全面追捕。这个全面追捕可能是地下的一些模式哦，更多的这种谍报战正在上演。好，现在海面跟路面通通都有行动。李阳军想请问，你现在看这个战场，我们现阶段走到一个哪个阶段性的步骤了？首先我认为说是，如果说伊斯兰的这种导弹要攻击到林肯号，可以说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林肯号绝对不是就孤零零的一艘航空母舰在这边哈，它周边有很多的所谓的护卫的军舰，包括伯克级的驱逐舰等等在里面哈。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林肯号自己本身它有预警机，你任何导弹或者是飞机接近它，它都可以实施预警。它自己本身也有战机哈。对。那之所以说川普说这个发射101枚导弹，我觉得川普也是在乱讲了哈。为什么？因为以伊朗现在它的导弹是很珍贵，它不太可能会浪费101颗的导弹，但是有可能是无人机哦，有可能是无人机。那川普把它讲成导弹。是。
那要拦截这些无人机来讲的话，我想说以林肯号之机，因为如果说是这个见证者136，它的时速只有100多公里，如果这艘林肯号距离只要海岸线300公里来讲的话，你这个见证者在海上就要飞3个小时。我们合理来算，这3个小时足够林肯号可以很充裕的时间，它起飞它的战机以后，将你的无人机击落哈，根本连导弹都不需要浪费。就算是你真的接近到它这个2-3公里之内，它自己本身也有方阵快炮可以将你击落。通常一艘航空母舰它的防卫的半径是400公里包括它的预警范围能力以及它能够拦截的范围大概是400公里一个半径这种长度。所以说伊斯兰这个如果说要打到林肯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为什么不可能打不到？他还要这样做？我觉得他很明显的就将你林肯号逼退距离我海岸线最少这500公里之外，才能够确保你的安全嘛。如果说你在400公里之内，我无人机万一不小心这个总是有漏网之鱼，如果真的打到你，你就吃亏受不了。所以那往后退对伊朗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争取它的预警时间。我们现在昨天我们上一节我们还在讨论的，就是美国有一架 F-18战机这个传说中被伊朗击落。F-18战机就是从林肯号起飞的，因为 F-18就是林肯号的舰载机，而且他后来说这个坠落在这个阿拉伯海，那可能性极高，它可能被击伤以后要回到林肯号的中间过程之中。是不是受伤有没有回去我们不晓得了，这看美军去这个讲。但是关键就是重点是说，这架战机是从林肯号起飞的，应该是没错。那如果说我将你林肯号逼退到400公里或500公里之外，当然我就可以增加我预警时间，增加你攻击的困难度，因为你在海上要多飞这个500公里这么远。那这个我们知道海岸线距离德黑兰还有1000公里这么远。那当然，你如果达到我的作战领空，这个依照你的油料，你可能本来预计可以有30分钟的滞空时间、留空时间作战。那因为你消耗掉你的航程之后，你的作战时间可能只剩下10分钟，不够你攻击。我觉得这个是战术上的一个运用。可是你要打航空母舰这个伊朗是打不到。可是有一种方法可以逼退、击落航空母舰，那就由最强的堡垒要由自己内部来做攻击。福特号不就是被击落了吗？可是是不是这个伊朗发射导弹去打到福特号？不是，是福特号自己的官兵在里面放了一把火，把洗衣房烧掉。那我们现在看到福特号因为这把火就回到希腊去拯救去了。所以最强的这个堡垒要由内部攻破。这个福特号证明了这句话给我们看。了解。好，现在不止这个美军的林肯号被盯上了，伊朗也对另一个敌对势力呢持续发动打击，就是以色列继续对特拉维夫这个狂轰猛炸。那如果说这个三方战争有一个人在把敌人打死打残之前，他都不想结束的话呢，那就必须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了。所以他之前就下令，往后的48小时要继续全力轰炸伊朗的军事设施，就是要抓住每一可能进行弹劾之前这个短暂的窗口，把握时间我能打多少算多少。而且呢，对黎巴嫩南部以色列也是大有动作，他们派遣了这个地面部队去占领但这个举动是让联合国都看不下去呼吁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好不好？那以色列呢？好，你要当这个一战再战的硬汉没有问题，但是总理大人作为这个国家领袖他不带头表率，自己的妻小呢先送去美国，好不好？先安全。好，这不就是标准的这个我征了很多人家的儿子上战场了，然后自己家的呢送去美国，这是把人家西北料，很标准的一个双标。所以这边有2个问题想请教来宾首先就是以色列这个毫无收手，持续加强轰炸伊朗，甚至扩大征兵到40万这个后备军人的举动，是在盘算如果美国要抽身了，不玩了，那我以色列也是要独自跟你伊朗，还有你背后这个什叶派的势力，我要继续跟你死磕到底吗？教授？我觉得可能不完全要朝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觉得以目前以色列所面临的处境，坦白说，对于内塔尼亚胡也好，对以色列也好也不利。他已经被边缘化了。本来是美以联军就是联合对伊朗作战，可是您看现在传出来的所有的美国要跟伊朗进行谈判的时候，没有以色列的份了，他被排除在外了，这叫做什么？被边缘化。那也就是说，现在对以色列来讲，他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问题是在于，
如果美国跟伊朗他谈好了呢，那我以色列怎么办？是。那因为伊朗现在已经提出5个条件了，这5个条件里面有一个条件赔偿，坦白说好解决了。因为按照美国过去的案例来说的话，他赔偿可以叫日本人付钱，因为以往就是日本人就是付钱嘛。还有可以叫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相关的国家付钱，美国人是不会付的。可是他叫可以相关国家来付，所以我觉得这个赔偿这个问题不大。是。可是它比较大的问题是在哪里？是因为伊朗这一次的要求是连敌对的国家全部都要停止战火。那敌对的国家就包括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真主党南部，也就是黎巴嫩南部的攻击，以及包括对于也门胡塞组织或者是对于哈马斯的攻击哦。这个可以广义解释。没错。但是更具体的来说，就是对真主党的攻击已经列入谈判的条件内。可是你看，跟以色列有关的谈判，以色列没办法参加。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说的话，他已经没有安全感，而且很明显的，美国特朗普完全没有意愿，也没有意思要内塔尼亚胡来跟他来谈判。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如果真的是有谈判，目前来讲是没有谈判了，目前来讲就是传话而已。哦，那川普也好，本人也好，或者是他的发言人，把传话上纲到说这就是谈判。坦白说，这个在严格谈判的定义上来讲是行不通的。是。谈判我们可以分为直接谈判跟间接谈判，可以。直接谈判就是我跟你直接谈嘛，那这就是我们两个在一个物理空间的相同的情境下，我们两个就直接进入谈判了。那间接谈判，也就是我们也可以在相同的物理空间，可是我们进行间接谈判。例如说，我跟这个副秘书长这个他假设他穿梭于我们两个之间的矛盾，那我有什么话跟他报告，跟他说，他来跟你说，然后你有什么话跟他说，他来跟我说，可是我们两个就是不谈。对。那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叫做谈判，这叫做间接的谈判，可以在同一个物理空间的情形下。那目前美国没有进行到这里，目前美国只是透过第三方做传话。是。好，那美国把它做成谈判，可是连传话，以色列都被排除在外，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他已经被战争边缘化了。而且你看现在所有的新闻报道，没有人在乎以色列他打了伊朗什么。但是更多的报道是以色列被伊朗怎么打？那你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好，这样政党也好，或者是他对于面对他的反对党国会来说，他越来越孤立了。那对于他来讲该怎么办？那当然就是动员，把美国人拖下水，不让美国人脱离战场，因为看起来是要脱离战场。所以如果不让美国人脱离战场，最好的方法是把地面部队投进去。如果能够把地面部队投进去，扩大这个战火，扩大这个战场的话，包括对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占领，包括对于伊朗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攻击，甚至地面部队投进去的时候，你美国如何脱身？那当然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风险，这个风险最高的就是什么时候美国的白人跟犹太人跟美国的犹太人翻脸？因为当美国的白人真的跟美国的犹太人翻脸的时候，美国的犹太人还是会怕的。平常他可以有雄厚的资金，可是一旦翻脸了，那些地位资金就不重要了，因为随时可以把你没收。好，我们第二个问题要请教杨老师哦。其实之前台湾也讨论过非常多次，就是一旦当国家领袖或是其家属拥有我们所谓的双重国籍的时候，然后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呢，我自己先落跑这样的讨论。现在纳塔雅胡的妻儿送去了美国比较安全，但是在以色列内部就引起了一些舆论的炸锅。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有道理吗？内塔尼亚胡2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一次的问题是他的2儿子叫阿夫纳，不过阿夫纳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因为2年前2024年的时候以色列跟就是也受到伊朗的轰炸的时候，他的儿子其实要结婚，就阿夫纳，结果后来就婚礼延后，婚礼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2月底的时候，今年的2月底，所以他等于是今年又再一次的延后，是那当然他的结婚对象应该是美国人，所以整个婚礼延后的2次，他自己都觉得对不起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所以然后我就没有再看到相关的新闻，是不是因为他这一次要去准备婚礼那准备婚礼是表示战争要结束吗？我们也不知道，人家在打仗，你在结婚，还是说是因为战争可能都要这个扩大征兵了，所以叫他赶快走？不会，因为他其实年龄也不小，之前也当过兵差不多10年之前的时候当过兵，所以
我却不是很清楚，说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离开，是不是跟那个婚礼有关啊？那但是内塔尼亚胡，美国很早之前就说，这个战争是一个人的战争，就内塔尼亚胡的战争。对。但他把川普卷进去的时候，去年卷进去，今年更整个扩大变成一种战争。那可是呢，现在川普要去跟内塔尼亚胡切割，显然伊朗也要去分化美国跟以色列。所以内塔尼亚胡这几天呢，就扩大对于真主党跟伊朗的轰炸攻击，因为他怕美国可能会达成一个很快的这个协议。可是他扩大征兵，他也担心马上战争如果结束，被美国要求要结束的时候，他怎么回应？对，他因此要把这个情势弄得更僵。那如果被迫就是停战的话，那接下来10月7号的这个选举，他本来就已经不看好了。经过这一次的战争，而且以色列我刚刚提到死亡18人，受伤5200人的情况之下，其实城市的重建会很多的怨恨的，所以对他的选举也会不利。因此，他是不是要把这个战争再扩大？那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会不会直接就等于是针对伊朗的能源设施或者是岛屿进行攻击，然后使得伊朗被迫要扩大反击，而使得战争就完全没有回头的路，而谈判当然也变成这个机会不大。那这个是内塔尼亚胡现在可能大家会担心他的作为。